好，我是李兰迪，在流水迢迢中饰演姜慈。流水迢迢这个剧本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他每一个人都很聪明，在不断的被杀中，他又不断反杀，而且开场就被杀，但是后面他就开始有力的回击。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以往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反差点呢？觉得是我第一次演一个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女孩，就大家形容她是什么野草型女主，我觉得她就是有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。然后我有时候演那种情绪激动的戏，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发低烧。对，就是我演完那种，我觉得我发低烧了，我就演爽了。那这次跟任嘉伦合作感受怎么样？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反差感？反差很大，太大了是吧？特别大。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了解超哥，因为他演了很多 BE 的戏，对，就感觉他是还有个话题说出道10年演了7部 BE 剧，对，就感觉他是一个自带破碎感的男主。后来见到他本人之后，给他还起个外号叫他雪宝。雪宝，因为太多吐血了是吗？不是，是那个《冰雪奇缘》里的那个雪宝，他本人真的太像那个雪宝了，就是他又会耍宝，然后本人又非常有意思，然后经常的这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表情和动作都很像雪宝。你刚刚说到的耍宝，他平常都怎么耍宝呢？哎，他会有这样的动作呀，各种阴阳怪气的说那个台词，还原一下，学一下。我突然让我还原忘了，一会儿让他来了自己还原。那个就是我看剧中其实还有很多魏章那种小学生似的逗那个姜子嘛。拍那种戏的时候，你们俩现场怎样碰撞的呢？就是可能剧本里就是写他就是默默走到我身边，然后走气儿，然后就是可能有对视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就会无限夸大那个剧本里面的内容，但演的时候就又收回来了。就是还有一场，就是大家讨论特别多，就是魏昭撞姜子那个，还有人说就是碰瓷专业户说他是对碰瓷。现场有比如说走下戏或者怎么样的？有，那也走戏了。反正走戏的时候，就是我躲得太灵巧了，他碰不着我。大家给你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偷感 CP，对，就是他们剧中有很多那种偷感行为。演那些偷感的时候有什么那种设计在吗？其实最开始演的时候，我们俩还都觉得说，哇，这么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吗？两个人也太敢了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我们两个，我当时肯定是想着说，我要活命。那比较刺激的应该是侯爷。对，两个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偷，这么多事情。对啊。那你现场展示一个无实物表演，就是展示一个偷感行为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那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就我们俩戏里的那个暗号嘛，不能在人前表现得很熟，就只能偷偷的就比一个这个。就是我有话要说。还有一句很出圈的台词，就是说姜子那个对魏昭说长得还算可以，就是大家都说她是那种妥妥的调戏女子。你当时说这句台词的什么感受呢？姜子说的对，我觉得姜子让大家觉得调是因为他真诚，就是他会把自己所有心里所想，然后都说出来。对，大家说李兰迪从甜妹爆改开创到最败到。有一场你那个扇魏昭巴掌那场当时拍摄的时候感受怎么样？那场其实我当时拍的时候挺不敢的，会有点紧张，会紧张，因为就是怕掌握不好那个下手的力度。但是我们导演就一直在跟我说，扇他呀，你这扇太轻了，都拍不出来，扇他没事，扇他。然后超哥也跟我说，哎，没事你就来吧，你来那么多次，还不如你一次来。然后当时拍的时候呢，后来就是还是这样来了一下最好的。没事。但是后来因为那场戏我们两个都得淋水嘛，对，所以我们俩那场戏就在互滋，就他呲我，我也呲他，感觉有种小学生打水枪的感觉是吗？我刚刚也说到这种反差很大，因为以前确实这种那个比较甜妹的这种角色会比较多，然后这次真的让大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李兰迪的感觉。会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体验？就是爽呀，没演过呀。对，然后觉得说好像有的时候演这种戏还能帮自己疏解情绪，很解压是吗？对。如果说重来一次的话，你觉得姜慈还会上树吗？他会，因为我觉得姜慈是一个做了什么我就敢做敢当，我也不会后悔的女生，所以我觉得哪怕知道后面的这些结局，但我依旧会选择我最开始的那个故事的开始。所以他也不会后悔下山。不会。如果说没有遇到男主的话，你觉得姜慈会度过怎样的一生？其实我觉得他的命数不会改变太多，因为其实师傅是他们之间一个很大的羁绊。
就是他就算没有遇到魏章，他后面还有师傅那一趴，对对，他可能还是会是一样的结局。大家说就是对于你剧中那个五禽戏那段觉得特别可爱，能不能现场还原给大家教学一下？你学我就教，你来，给你的任务，给你的任务，没有，就是让你给大家教学，就大家都只想看那个正主，不，交给你了，一起，那我学你吧。好，那个来把我拖下水了，那个圣火昭昭，圣火耀耀，凡我弟子是吧？凡我弟子，喵喵喵喵。第一次被迫营业，跟着女明星。其实像裴野这样的角色，谁遇到谁都会喜欢。出身豪门，武林高手，足智多谋，稳重又冷静。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智慧，也是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好男人。流水迢迢，最大的核心价值，我觉得就是家国情怀。有国才有家，有小家才会有大家，有大家才能开拓，才会有人间烟火。剧中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保家卫国的精神驱动力啊，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传承的。30%是母亲给予他的压力跟重任，那还有30%有可能是家族的存亡，还有30%有可能是他自己内心的情，还有10%留给自己。那可不可以填空一下吧？就说我们的裴演的什么水平已经是 next level？我觉得需要给他一个空间，是情感空间。男女之情在他的生命中好像比较缺少。我觉得下一个 level 需要提高的是这个。裴演相对来说就是思考会多一点，1对1的戏份会比较多，就比如说和姜子的、和母亲的，还有和自己左膀右臂。更多的是在思索、商量、计谋。当年的宇文护好像就直接统治整个朝堂，君临天下。2个角色各有他的特色。运筹帷幄，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。因为他一出生就背负着巨大责任和担当，对。然后虽然在朝堂上进退自如、运筹帷幄，其实他更多的背负着是家族的存亡。因为母亲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：姜子的生与死在于我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裴野要和姜子在一起的话，那母亲有可能会夺取他的性命。裴野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保护他自己喜欢的人，所以他往后退了一步。那我想说，母亲就是母亲，天经地义。母亲是养育他的人，母亲做错了，儿子全部承担；母亲做对了，儿子永远支持。但是但凡牵扯到生命的事情，儿子不会袖手旁观，一定会阻止母亲。还是希望老徐能继续演权谋古装，掌管全城赛道的神。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非切黑的角色，它的空间会很大，我们更多的演出了人性另一面，去放大人物的角色。也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合适、喜欢，所以我才有机会继续去演类似这样的角色。真的就是很享受这种古装剧的状态。因为我们365天，基本上280天、290天都在现场待着，每天都穿着戏服，有些时候会自己有些错觉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穿越过来的人？当然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很享受这样的过程。偶尔离开剧组，去到城市，反而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。感觉自己的尊贵没有了。英雄相惜，不打不相识，到最后成为智者。那感觉这次我们的裴演是那种精神内核很强大的类型，本人和他的相似度高。我们一直生活在角色的光环之下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本人和角色相差还是蛮大的。我很羡慕裴演的头脑，也羡慕裴演的武力值。角色让我们学会成长，是他帮助我们在成长。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。首先是阴阳怪气，这个成语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嘲讽的时候呢，他采取的不是正面的方式，而是通过侧面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嘲讽。所以这个成语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 sarcastic to beat around the bush, to give someone the cold shoulder,
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成语的意思。还有一个词呢是叫偷感，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呢是说一个人像小偷那样偷偷摸摸的、畏畏缩缩的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是采用偷偷的这样一种方式，不希望引其他人的关注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把这个词呢引申为一种心理状态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在工作或者生活的过程当中呢，不希望引起太多人的关注，他们想用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呢，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是达到自己的目标。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，很多人把这个男女主角称之为偷感夫妇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男女主角在互动的时候呢，往往采取一种比较低调或者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来互相传达信息，所以偷感夫妇呢就可以翻译成 stealthy couple, under the radar couple, low key couple，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。还有一个词呢叫钓系女主。所谓钓呢，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呢指的是钓鱼我们在钓鱼的时候呢，为了让鱼上钩，我们往往会使用一些饵料。当这个词运用在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一个女性利用自己的魅力利用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呢，去吸引到另外一个人的关注。我们往往会形容这样的女性呢，拥有很好的社交技巧人格魅力，她往往很好的去使用这些手段呢，去吸引另外一个人的关注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所谓的钓系呢，指的就是英文里面的 baiting， 也有一些其他英文呢可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，比如说 charismatic manipulator, master of seduction, magnetic personality。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